我们在学外语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一些固定的句型，这些句型呀，在日常交流中非常实用，必须要记住。通常在外语材料中的内容呢，更多的是书面用语。今天我想补充一些日常中文中口语里面会常用的句型，希望能帮助你更自然地表达中文。接下来的视频系列呀，我们将学习这7种最常用的句型，有条件句、因果句、转折句、递进句、比较句、假设句，还有对比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从条件句开始。条件句有3种主要的假设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种。第一个，如果就，在中文最常见的条件句就是如果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，它和英文里面的 if then 类似的。这个地方呀，有2个关键点需要注意哦。第一个，在书面语里面通常会用那么来连接，如果什么什么那么什么什么。比如这个句子，如果明天不下雨，那么我们就去爬山。这个呀就是书面用语啦，如果什么什么那么什么什么。这个那么并不是必须的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如果后面接就可以了。比如还是这句话，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爬山。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爬山吧。我们就去爬山。第二点，在口语里面，就字是必不可少的，听起来呢就会更自然一些。另外呀，我再分享一下，我个人呢是不常使用如果这个词的，我更喜欢用口语化的一些词汇，比如什么什么的话，或者要是什么什么什么。这2种表达方式在口语里面会更常用，而且它们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连在一块来使用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子。要是明天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去爬山。明天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去爬山。要是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爬山。这3种说法呀，听起来都非常的口语化，并且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想要说的意思。要是呢，就给人一种期待的感觉，就比如说要是明天不下雨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去爬山。要是明天不下雨就好啦，我就可以去爬山了，就是我很期待要去爬山的意思了。但是你要注意上下文，要是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这个时候呀，要是这个词就带着一种威胁的意味了，而不是期待哦。要是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要是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，现在我来总结一下，如果这个词是最常见的条件语的起始词，但是在口语里面呢，我们更经常使用要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话，这些表达方式呀会更自然一些。第二个，就算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什么。除了如果，中文里面还有一个常见的条件句，就是这个就算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。这种条件句表达的是一种让步，比如就算你看完整本书，考试也不一定通过。就算你看完整本书，考试也不一定通过。就算你回去找他也没什么用。就算你回去找他也没什么用。这些话里面的词呀，跟英文里的这2个词有一些相似，但是在中文里面，就算后面的内容常常会有一些否定的意味，表示尽管如此，后面的结果依然不会有什么改变。比如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可能会这样说，好，就算你说的都对，我也不想听。就算你说的都对，我也不想听。就算再累，我也要把衣服洗了再睡。就算再累，我也要把衣服洗了再睡。就算明天排队的人再多，我也要去滑雪。就算明天排队的人再多，我也要去滑雪。就算明天排队人再多，我也要去滑雪。这几个句子里面，再字特别有意思，意味着再次或者更加，但是它具体的含义和用法稍微有点不同。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专门讲解再字它的用法。好，我来总结一下，就算
这个词呀，表达的是一种让步，通常后面会接否定，即使前面的条件成立，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好，现在轮到你来练习啦，试着用就算造一个句子，看看你会表达怎样的决心和让步。比如这句话，就算下雨了，我也要去健身。就算下雨了，我也要去健身的。还有这句话，就算你不去，我的计划也不会改变。就算你不去，我的计划呀也不会改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必要的条件，只有什么什么才什么什么，还有只要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。这种句型啊，是表示只要在特定的条件下，某些事情才会发生，或者某个结果才有可能发生。比如，只有认真复习才有可能通过考试，认真学习才有可能通过考试。还有，只要认真复习了就能及格，只要认真复习了就能及格。通常我们会使用只有什么什么才什么什么，还有只要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来表示这种条件关系。再比如，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努力工作了才有钱，然后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克服困难，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克服困难。其实你也可以灵活的去使用这些句型，搭配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比如，只要你努力就能成功，只有你努力才有机会成功，这些表达都是可以的。这些表达呢是不会影响理解的，但是还是要勤加练习才能灵活掌握。如果你不确定如何用这些句型来表达自己想说的，欢迎你在评论区或者私信给我，我们一起讨论，互相进步。下面我们再来试试几个句子吧。先看看英文，你想想用中文如何来搭配。只有坚持学习的人才会不断进步呀。只有坚持学习的人才会不断进步。只要你坚持健身，就会精力充沛。只要你坚持健身，就会精力充沛。第四个，更强烈的条件，除非什么什么，否则什么什么。在表达更强烈、更严苛的条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这个句子，除非什么什么，否则什么什么这个句型。这个句型呀，表达了更强烈的条件限制。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，那后果就会更严重。除非你持续学习，否则你不会进步的。除非你坚持健身，否则怎么可能精力充沛呢？除非你坚持健身，否则你怎么会精力充沛呢？这里啊，否则就是关键了，它使得前面的条件更严苛，表达呢更有约束力。你可以试着用除非、否则造几个句子，看看怎么去表达更强烈的条件。除非你给我写个保证书，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除非你给我写个保证书，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除非你给我写个借条，否则我不会借钱给你的。除非你给我写个借条，否则我不会借钱给你的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当条件非常严苛的时候呢，就用除非什么什么，否则什么什么。第五个，无论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，不管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种情况了，它表达无论条件怎么样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比如，不管你找他多少次，他都不会借钱给你。不管你找他多少次，他都不会借钱给你。不管你说了什么花言巧语，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不管你说了什么花言巧语，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无论明天下不下雨，我都要去健身。无论明天下不下雨，我都要去健身。我再补充一下，无论这个词是比较书面的用法，口语里面我们会经常用不管，不管明天下不下雨，我都要去健身房。不管明天下不下雨，我都要去健身房。都要给人一种非常坚定的感觉，情感会更强烈一些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了几种常见的条件句型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如果什么什么，那么什么什么，这个是最基础的书面语表达。口语里面我们会用如果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，如果
就要是什么什么的话，这个是比较口语的表达啦，会更自然一些。就算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，是表示让步，强调条件成立，结果也不会改变。只有什么什么才什么什么，还有只要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，这个是必要的条件，前面的条件成立，后面才会发生。还有除非什么什么，否则什么什么，这个就是一种更强烈的条件限制了，条件不成立，后果就会更严重哦。最后一个，无论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，不管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，无论什么条件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你可以试着用这些句型来造句，看看怎么样去表达不同的条件关系。下周我们将一起来看因果这个句型。好，拜拜。